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今天怒买6个肘子，在家做肘子罐头，还买了个罐头封口机。这200多斤，他俩从驿站扛回来，进屋就迷糊了，这体力还是不行。过2天就把石磨拉回来，再给他俩溜溜，然后调一个卤料。大锅菜吧，就不太好掌握量，就闭眼睛放吧，生死有命，咸淡在天。完这些骨头拿院里给野狗错峰过年了，就这一大锅肘子给我炖直迷糊。我一度以为今天是我家杀猪办席呢。王府同学问我说：“一下炖这么多肘子，你是不是特别快乐？”这话问的就跟他没长牙似的。我快乐吗？我他妈快死了。完熬点猪油，这到罐头里，等吃的时候可香了。猪油熬得多也做罐头了，等哪天手刺挠了再讲扒螃蟹，留着炒蟹黄，靠出来油嗦了实在太香。等不了过年包饺了，咱们撒点椒盐，然后撒点白糖，然后撒点白糖，最后撒点白糖。这糖吃有点费油了。肘子呢，咱们给它切块分装，要确保每一罐都有大块的肘子皮，然后倒上汤给它入味儿，等油凝固了就可以分罐了。等我仨实在太饿了，寻思煮点方便，这都是之前囤的。现在拼多多回馈用户他们拿库存补贴的白象方面，1块钱就可以秒到4箱96袋。粉白象嘛，汤是真的很好喝。你像这个猪骨汤啊、辣牛肉汤啊、酸辣金汤呀，味儿都特别浓。趁现在活动还在，你们赶紧点评论区链接去抢啊，掏死它！然后交给罐头封口了，这个封口机实在是太好用了，全程用不上驴参与一点。完我让驴大帮把标签写了，但看起来他还没有准备好期末重文。然后这些罐头呢还要高温蒸煮一下，消毒杀菌，据说整好了那保质期能比我命还长。就这大肘子罐头，半夜饿了稍微给它加热一下，完再拌点晚上剩的米饭，不要命的再来一勺猪油。哎呦我谁看谁不迷糊呀，这一排一排的，你们以为只是我给我奶做的罐头吗？非也，这是我未来1个月熬夜的底气呀。大娘，方便面要不要？这里边有2个是我自己做的肘子罐头啊。没事，拜拜。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，说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潮汕都很少有人做手打牛肉丸了。我看完之后就很感慨，所以我也买俩锤子，打算家试试。主要我看纪录片里的师傅砸的都挺轻松的，但干上之后发现并不简单。这俩锤子加起来6斤重，听起来好像没那么沉，但抡起来绝对坚持不了5分钟。我有一台砸了3分半，手就不能回弯了，然后还开始不自觉的抽抽。问题这肉越砸越碎，根本砸不成肉泥的状态。我们分别在4个地方买的肉，砸了10个小时，但做出来的丸子都是这种一摸就碎的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这就是因为牛走得太早了，牛肉一旦宰杀超过6小时，它自己就会出水，这我就很尴尬了。难不成我还得拎着棒子上草原上追着牛跑吗？而且即便我去了，那画面应该也是牛追着我拎俩棒槌跑啊。后来我决定先改造一下设备，找了个家具厂买了根木头，把它改造成最适合我们发力的高度。然后我打探到了在100多公里之外的村子有一家专门卖现杀的牛肉的，我们连夜就干过去。真的，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新鲜的牛肉，它在刚分割下来的时候甚至还会跳动。拿到这样的牛肉，我们1秒都没耽搁，火速就回家开砸了。这个肉砸起来就非常顺利了，半个小时就能砸成肉泥，而且一点也不崩，还特别粘手。就这么一比啊，我们昨天砸那12个小时纯他妈冤种。这回终于要见亮了，我也抽空发一波福利，这不粉丝300多万了吗？趁拼多多国庆大促，给大家准备了一批苹果13做粉丝福利，官方价7000多的手机全都按清仓价秒杀，而且都是全新带发票的。手机我都打包好放评论区了，置顶链接还在，就说明还有库存可以抢，你们赶紧去试试。然后这回买了30斤牛肉，我们5个小时就砸完了。用这次牛肉做出来的丸子真的非常的弹，掰开一个感受一下这种筋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手打牛肉丸，而且它真的可以当乒乓球打。然后还掉了锅骨汤，但熬了4个小时都没变色。后来我到底还是选择了科技改变生活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小臂往下都是麻的，甚至在后面的2天上厕所擦纸都得靠人帮忙。然后做的比较多，就给邻居们也分了一些，特意跟他们强调了我们这是淀粉含量只有2%的牛肉丸。后来邻居说了一句话，我当时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他说这几天我们趴窗都看见了，你们这牛肉丸一点科技都不用啊，全靠老嫂的狠活啊。我前2天买了几个可可果，寻思要到520了，在家做点巧力。这可可豆发酵可太费事了，不能冷着，不能热着，完了市场还得给它通风。我一天就给它换2次热水袋和热贴。我心说这哪是发酵可可豆啊，这不他妈伺候月子呢吗？这点东西一共发酵了18天，完一打开那味儿，差点没给我爷俩送走了。我当时都想给这点玩意儿扔了，但转念一想，毕竟干了18天了。咱说心里话，就我们这强度，驴的一生能有几个18天的？
给这豌豆烘干炒香扒皮，整完都半夜了。不过石磨一拿出来，我们又开始兴奋了。我寻思这点豆磨半小时肯定完事儿了，但是人生无常啊，石磨太凉了，那磨一磨就堵死了。完加热还怕它炸了，好在我留了个后手，我还买了个石臼。但我纯是脑瓜让驴踢了，我买这玩意儿太大了，8斤的棒槌拎都拎不动。完了我们用现有设备组了一道流水线，但就这速度磨呀，别说520了，7夕能吃上都算是烧了高翔了。后来我们开了个闭门会，史称513会议。在会上我们认定井里走的河里走不了，就赶紧给那石磨加热了。你说我也纳闷，怎么这家做个巧克力还跟生死挂钩了呢？不过石磨加热之后再磨就很顺滑了，但怕磨凉，屋里一直保持35度以上。我就先出来透透气儿，正好把福利发了。联合拼多多给粉丝做点福利，都是全新正品的苹果13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能抢到，你们赶紧冲啊！后来那点可可豆一共就磨出来这一碗巧克力酱，这还说天亮之前能完事儿呢。等磨完了，楼下做核酸都来了。这个巧克力脱模了还是挺漂亮的，但吃之前我算了算账，买可可果花了320，相当于100块钱一板巧克力。我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么贵的巧克力呀，而且是用了20天01夜，冒着被炸的风险做出来的纯手工巧克力呀。然后我们就怕它苦啊，熬的时候还加了一管炼乳，后来尝了一口，我气啊呀，那叫一个干难吃啊！我们甚至吃的时候还蘸了点炼乳，那都不行啊，那嚼一口就跟吃了一嘴中药渣子似的呀。就这么说吧，我后来喝了一瓶黄振龙，都喝出可乐味来了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尤其是想起缩鸡爪的声，馋的都睡不着觉，但总害怕外面卖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药水泡的，就干脆买了500根鸡爪子，决定自己在家做了。然后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，感觉也不难，但干上发现是感觉的不准。那给我爪子干散架了，鸡爪子还很完整。然后发现很多人说用嘴啃的快，我们试了一下，的确非常快，用工具去1根的时间，用嘴能嗑2到3根，而且只要牙没缝，完整度还特别好。就这完整度会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他妈跟买的是一样的。后来我发现用嘴啃的最大障碍不是牙口，是肠胃，因为啃一个鸡爪起码得下10几口，完就整的满嘴全是油。也就是说产量只取决于能咽下多少油。我本来还想再用工具试试，但这人一旦走了捷径啊，他根本就回不去了。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。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，在工具时代的时候，我弟也是有人给擦汗的狗老师，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时代了，我弟只能沦为给人擦嘴的狗老弟了。但用嘴啃吧，看不见就那么地了。问题这是明储量造啊！后来就决定一人拿个盆，自己啃自己的，正好口味也自己调了。这一宿去骨去的都给我干麻了，完寻活动活动，正好试试在唯品会新买的衣服。最近他们年终大促，满地羊毛可薅，搜狗送都贼划算。这双明星联名款到手才花几十，而且尺码不对还能喊顺丰上门换。夏天到了，这 T 恤啊、短裤啊都赶紧点评论区安排上呀。后来试完了，天都亮了，但还有小半锅鸡爪子实在整不动了，就决定给它卤了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人类的悲欢有那么一点相同了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人凌晨4点起床出门炸大果，就一定有人凌晨4点没睡在家炸鸡爪子。鸡爪卤完了，正好早上9点半，在楼下早餐铺买到了最后一屉包子。然后我不知道啥毛病，吃红豆粥都觉得嘴里苦，就进屋打了几根冰激凌，正好寻凉快凉快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说好了隔人啃隔人的，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厕所都抱着。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，打包全给打串了，我当场心梗了我。